流产手术那天，林之燕在照顾她的青梅，我打去电话想让她陪同，她不耐烦地说：“又不是什么大手术，不是有你闺蜜陪着吗？莹莹感冒了，身边没人，我得照顾一下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你没吃药，能怀孕吗？自己造成的后果，自己解决。”后来，她却红着眼守在我的楼下，求我复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闺蜜将我送上楼，就先走了。打开门，林之燕坐在沙发上，见我进来，她嘲讽道：“你那闺蜜怎么没进门？骂我骂够了。”在知道她不来陪我手术后，闺蜜打了电话，狠狠骂了她一通。可我此时只觉得疲惫，不想理她，往卧室走去。她一把扯住我：“你跟她说什么了？不然她能这么看不上我？”我还没恢复好，她这一下让我疼得立刻变了脸色。她讪讪地松开手：“你也太娇气了，一个流产手术而已。”莹莹发着高烧，都在坚持上课。我冷笑着问：“你也知道我刚做完手术？”可我一回来，她第一件事就是讽刺照顾我的闺蜜，对我连一句关心都没有。林之燕目光不自然地飘忽：“莹莹感冒，我去照顾她，怕把病毒带给你吗？再说，你闺蜜不是陪你去了？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一个小手术也没什么的。”我看着这张曾经深爱的脸，突然连怨气都生不起来了。我的视线太过专注，让她不自然地撇过头：“你也知道，莹莹无父无母，生病了，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而且她一个女孩子，总得有人照顾一下。”这些话太熟悉了。陆莹莹专升本考到湖城以后，林之燕隔三差五就要去一趟她的出租屋。因为这件事，我跟她吵过很多回，每次她都会用同样的话来解释。甚至在我妈病危，我最需要她的时候，她还在陆莹莹那里给她修水管。那次我大哭大闹，她却只是冷眼看着，就像在看疯子。最后撂下一句不可理喻，就摔门而出。想到这里，我点点头：“那你多照顾照顾她吧。”林之燕皱紧了眉头，再次拉住我：“你又生气了？我说过，我打断她：“我没生气。”扶开她的手，我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林之燕顿时烦躁起来：“你有完没完？每次都因为这点小事跟我闹。”我平静地看着她：“我是认真的，不是在闹。”她一脚踹在茶几上：“行，你行。徐婉星，你别后悔。”话毕，她摔门离去。屋子里空荡荡的，我却反而觉得舒坦。原来长久缺少她的陪伴，我早就习惯了。又休息了一天，我回到了研究所。项目主任看到我十分惊讶，关切地问：“你做手术怎么不多歇几天？”同组的同事也说：“就是啊，现在也不忙，这点活不用你干。”我心里暖暖的，外人都比林之燕这个男朋友更关心我。我冲他们笑笑，俏皮道：“不做剧烈运动就行，你们可要多照顾照顾我这个病号呀。”众人纷纷应和：“你就坐在那，什么也不用干，当个美丽的吉祥物就行了。”主任拍拍我的肩膀：“有哪里不舒服就赶紧请假，别拿身体开玩笑。”我点点头，又想起一件事：“主任，今年的进修有通知了吗？”他惊喜地问：“你这回想去了？”我笑着说：“是。研究所每2年有一次出国进修的机会，前几年林之燕的资格不达标，去不了。我不想异地恋影响感情，就一次都没有去。主任和同事都劝我别感情用事，可我硬是恋爱脑上头，就想围着林之燕转。如今想起来，真是愧对大家的关心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明白过来，
为了一个男人影响自己的前途，太不值当了。主任欣慰地拍拍我的肩膀，已经下来了，我正要转发给你们。他感慨道：你能想通，真是太好了。主任离开后，我在项目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，我跟林之燕分手了，告诉大家一声，免得尴尬。林之燕是我同一个导师的学长，我们一起跟着导师做项目才认识。项目结束后，他开始时不时来陪我上课，找我吃饭，送我礼物。渐渐的，我们就走在了一起。后来，我们先后进了研究所，他也来过我的项目组几次，同事们都认识他。如今既然分了手，还是跟大家知会一声比较好，免得被人误会。刚发完消息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一条特别关注提醒。自从认识了陆莹莹，我就在私下搜集她的信息。这个社交网站上的账号，还是从林之燕的关注列表里花了1个多小时找出来的。现在想来，当时这么紧张，她甚至把她设置成特别关注，时刻监视她的动态。我简直像得了偏执症。陆莹莹发了一张照片，是林之燕在打扫卫生的背影，配文是：自从这个人住进来，我就轻松了，哈哈哈。林之燕那天怒气冲冲地离开后，就再也没回来，原来是住到陆莹莹那里了。我心里毫无波动，只是默默把特别关注取消，又把林之燕的联系方式拉黑。无关紧要的人就应该彻底隔绝。第二天，我通过了研究所的宿舍申请，趁着下班回去收拾行李，刚刚推着行李箱走出卧室，大门被打开，林之燕走了进来，看到我身边的箱子，她一愣，随即皱起眉：你闹离家出走？我有点无语，推着箱子继续往外走，却被她一把拉住。她捏了捏眉心：别闹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少去照顾莹莹几次。然后就拉着我暗坐在沙发上。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好，不敢用力挣扎，只能冷声道：我不是在闹，林之燕，我是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。她看了看我，敷衍地哄道：好好好，你很认真。她一副我不跟你一般计较的模样，让我顿觉无力。就在这时，她的电话响起，陆莹莹在那边哭着说：之燕，我出了车祸，你快来。她疼得站起来，一边温柔安抚，一边往外走。你别急，把地址发给我，先别动。对方怎么说？门缓缓关上，她的声音越来越远。我擦了擦被她抓过的胳膊，推着行李走到了门口，把指纹锁里我的信息都删除，这才放心离开。刚在宿舍安顿好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：徐婉星，你怎么把我拉黑了？你人呢？我不是让你等我吗？我只觉得莫名其妙。你什么时候让我等你了？再说，你不会以为从前我主动等你，现在分手了也还会犯贱吧？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没资格问我。话毕，不等他说话，我就利落挂断，又迅速把这个新号码也拉进黑名单。隔天上班，同事来找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：婉星啊，你跟小林是不是因为出国进修的事吵架了？我茫然地说：没有啊，我们分手了。他抓抓头：小林说你们就是吵了架，没真的分手，让我帮忙劝劝你。有事业心是好事，个人问题也要好好解决呀。我再次确定地重申，我们的确分手了，而且不可能再复合。可中午去食堂的路上，林之燕就来势汹汹地堵住了我：徐婉星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主动跟你和好，你还拿瞧？从前不管我们怎么吵架，只要他服个软或冷着我几天，我就忍不住自动跟他和好了。如今他主动给了台阶，我却不下，大概觉得没面子。不等我说话，他又软了语气：
行了，别闹了。莹莹真以为是他导致我们分手，哭了好几次了。今天下班你跟我一起去他那里解释一下。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，曾经我欣赏他的学识渊博，怎么不知道他如此黑白不分？我冷声道：首先，我们已经分手；其次，陆莹莹怎么样，你愿意关心是你的事，我没有义务去哄她。林之燕抿着嘴盯了我一会儿，突然轻笑出声，还说没闹脾气。你看，你还是在吃他的醋。他要上来抱我，你是不是看到他发的照片了？我那天出去什么也没带，住不了酒店，只能去他那了。我跟你保证，我只睡了沙发，其他什么都没有发生。他的脸上甚至还带了委屈。谁让你把我气走的？我顿觉无奈，用手挡住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这么多年的相处，你应该知道我的性格。既然决定分手，希望你也能保持最起码的体面，不要闹得太难看。说完，我不等他的反应，转身离开。林之燕是个要面子的人，我已经说到这个地步，他自然不会再低声下气来找我。虽然都在研究所，但不在同一个项目组，几乎也见不到面。我很满意这样的状态，只是没过几天，所里安排3级研究员去市里参加活动，我和林之燕都在名单上。主任怕我尴尬，特意来问我要不要改一下名单。我只是笑着摇摇头。同在一家研究所，我们迟早会碰上，总不能为了躲他影响我自己的工作。到了活动场地，所有人都严阵以待。研究所一项8年的实验成果，今天就要初次展示出来。成品箱子在林之燕手里，她却有些心不在焉地看着手机。我心里不知怎么有些不祥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秒电话响起，她急忙接起来：莹莹，你别怕，好，我马上去。从前她就是这样，陆莹莹一个电话，不管她在做什么，都会立刻赶过去。可今天不一样，这次交流会关系到整个研究所。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往外走，我赶紧拦住他：你干嘛？ V48号还在你手里呢。他不耐烦地啧了一声，用力推开我，我一个趔趄差点摔倒。就见他随手将箱子递给同事，那位同事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还没接住，林之燕就松开了手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装着 V48号的箱子咣当摔在了地上，里边的试剂瓶掉了出来，8年的成果毁于一旦。林之燕也一愣，却依然不管不顾，急急忙忙往外跑。等大家反应过来，他已经出了会场。听到动静，其他研究所的人已经在往这里看，同事们都不好发作。2个项目组的带队主任铁青着脸走出去商量对策。眼看着时间1分1秒过去，交流会马上就要开始，所有人都面色凝重起来。如果今天找不到解决办法，这次交流会我们研究所就要丢大人了。2位主任匆匆走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一位个子高高的年轻男人，他手里拎着一个箱子。经主任介绍，我们才知道这人是京城一家研究所派来指导 A 组的高级研究员，他手中拿的正是 V48号试剂的备份。危机解除，交流会如常顺利完成。交流会结束，这位高级研究员走到我面前：听说闯祸的是你前男友？这问话有些唐突，我不明所以，只能点了点头，心中略感不悦。他却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：分得好。又伸出手来：江子婷。我疑惑地跟他握了握手。徐婉星。脑中电光石火间闪过一张人脸：江子婷。同事是初中同学，这样巧合的事竟然被我碰到了。江子婷的模样和初中时期截然不同，
如今鹤立鸡群的英俊高大。他笑眯眯地看着我：“你终于想起来了，我可是第一眼就认出你来。”我尴尬地笑笑，不知道能说什么。他却拍拍我的肩膀：“老同学好不容易见一面，等会儿一起吃个饭。”我愣了愣，正想怎么拒绝，他就朗声一笑：“你还是跟从前一样内向，算了，有机会再说吧。”我们互加了联系方式，他才满意的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我翻了翻他的状态，都是一些行业相关新闻和健身照片，看起来干干净净。随手点进朋友圈，就看到陆莹莹发了新动态，我这才想起前段时间只拉黑了林之燕，忘了把她也拉黑。照片里是熟悉的汽车内饰和林之燕的侧脸，配文是：“你永远会放下一切来找我。”林之燕对待他确实如此。2个多月前的恋爱纪念日那天，我本来准备跟他求婚，特意找了一些朋友做见证，可林之燕没来。我们在家里等了1个多小时，直到朋友们都察觉到不对，他才给我发了信息：“研究所让我回去一趟。”我信以为真，转头却看到陆莹莹发的状态，定位就在附近的酒吧。遣散了朋友们后，我独自去了那里，看到林之燕正抱着陆莹莹，轻声安慰。我不顾脸面，当即就去拉林之燕，她却只顾护着陆莹莹。她喝多了，你别乱发疯。我把莹莹当妹妹看，要我说多少次你才能相信？可我分明看到陆莹莹正得意地冲我笑，哪里有一星半点醉酒的样子。那次我们冷战了1周才和好，我的危机感直线上升，急于证明些什么，这才有了后来的怀孕。如今在看到陆莹莹发的示威照片，我已经心无波澜，只是默默把她拉黑。回到宿舍，却在门口看到了熟悉的身影。林之燕看见我，抱怨道：“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我没有回答，绕过她走进屋子。她却动作迅速地跟了进来。晚星，今天莹莹被她前男友追上了门，我怕她出事，这才跑去的。解决完，我就立刻来找你了。我平静地看着她，你没必要向我解释。她皱了皱眉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和陆莹莹到底做什么去了？跟我无关，我也不想了解。林之燕抓住我的手，脸色阴沉。晚星，我以为这段时间你一个人能冷静冷静，你为什么还是这么针对莹莹？我从不知道她是这么固执的人。我说了那么多次分手，她竟然还认为我在闹脾气。不等我说话，一道男声在门外响起：“有人在吗？”紧接着，江子婷的头探进门来，与我对视的那一瞬间，她脸上绽放出阳光的笑容。“Hello， 又见面了，老同学。”林之燕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我，突然皱起了眉。“晚星，你不会是因为……”我太了解他的想法，立刻打断：“不要用你自己的行为来揣测我。”他一时语塞，铁青着脸说：“咱们回家说，这里有外人，不方便。”我掰开他的手，一字一顿：“现在你也是我的外人。”看着他黑着脸离开，江子婷似笑非笑地说：“你这前男友还没分干净呢。”见我不愿多说，他笑了笑：“我住在你隔壁，有事叫我。”我只觉得男人一个比一个麻烦。林之燕这次闯了祸，被记了处分，并通报整个研究所，算是丢了个大人。通报当天半夜，他的好朋友给我打来电话：“晚星，之燕喝多了，你来接她一下吧。”我皱了皱眉，不知道林之燕为什么没有公布分手的消息，但她喝醉酒，我实在不愿意去接。今年年初，她就喝多过一次，那次我费了大劲给她带回家，又是擦洗，又是做醒酒汤，好不容易给她安顿好，她睁开眼看了我一眼，蹙眉嘟囔道：“手那么重，
莹莹就温柔多了。等第二天她清醒了，我提起这句话，她却只简单说了句：“客观事实而已。”作为家中独女，我从小没干过家务，也没照顾过人。跟林之燕在一起后，什么都学会了，却只换来她这样的嫌弃。那次她没哄我，而是在第二天休了假，与陆莹莹一同回了老家，再回来就跟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而我生怕她再冷着我，也不敢再提这件事。想到这里，我冷淡地对电话那边说：“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他的事不要再找我。”话毕，我就挂断了。可没想到，凌晨时林之燕疯疯癫癫地跑来拍我的门，一边拍一边醉醺醺地大喊：“婉星，我回来了，你开下门！”我只当作没听到，本以为他就这样走了，却不想没几分钟，隔壁的江子婷出来怒吼一声：“发什么疯！”紧接着就是两个人厮打起来的声音。我赶紧开门出去，林之燕已经躺倒在地，江子婷的膝盖压在她的肚子上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让江子婷帮忙把她搬进来。江子婷挑了挑眉：“别吧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让她去我那吧，都是同事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”至于林之燕醒来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想理会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如常早早去了研究所，直到午饭时，我才再次遇见林之燕。她黑着脸坐到我对面：“婉星，你就这么狠心，连我喝多了都不管？”我头也不抬，一边吃饭一边说：“因为我手太重了。”她一时语塞，不自然地撇过头。半晌，他又说：“你能不能把我从黑名单拉回来？”我想了想，反正离出国进修没几天了，出去我会换号码，拉不拉回来都无所谓。于是点点头。他有些高兴，又去打了一份鸡腿给我，拦住他要放进我的餐盘的动作。我平静地说：“我对鸡肉过敏。”他一愣：“你什么时候对鸡肉？”后边的话他没说完，大概也是想起了去年的事。我第一次见到陆莹莹是林之燕组的聚会，点菜时，她时不时问问服务生哪些菜有姜，于是河鱼还是海鱼。点完了菜，陆莹莹甜甜地唤他：“之燕哥哥，原来你没忘记，我喜欢吃鸡肉，不喜欢吃姜呀。”林之燕亲昵地摸摸他的头，笑着说：“我不光记得你爱吃什么，不爱吃什么，还记得你对海鲜和芒果过敏。”听了这话，陆莹莹挑衅地看我一眼，我却什么也没说。林之燕点的菜没有一个是我爱吃的，而且5道菜里有2道是鸡肉，一顿饭吃得我味同嚼蜡。她还浑然不觉地问我怎么不吃，我只能如实回答：我对鸡肉过敏。可事实上，在我们刚恋爱时，我就跟他说过这一点。他懊恼地说：“我这记性真是太差了。”看来他的记性是选择性的差，能对陆莹莹的喜好了如指掌，却到现在也记不住我不能吃鸡肉。我没再理他，几口吃完饭，径直回了实验室。出国前1周，进修名单发在了研究所的公告栏上。不过半小时，林之燕就跑了过来，她抓着我激动地问：“你要出国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实验室人多眼杂，我赶紧拉了她出去。走到天台，她才又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：“婉星，你怎么突然要出去？”我静静地看着她：“不是突然，前几年我的资格就够了，只是为了你才留下来。”她的脸上刚刚浮现喜色，却突然僵住。“那你这次？”我点点头：“对，我不想再围着你转了。”她突然红了眼睛，挤出一抹笑：“那我在国内等你。”我扶开她的手，打断道：“我们分手了，你不用等我。”她突然抱住我：“不对，婉星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对吗？我以后不去找莹莹了，她叫我也不去了。”
你原谅我吧。我用力推开他，一个耳光扇了过去。林之燕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但你每次都让我失望，所以我放弃你了。说完，不等他的反应，我转身离开。我的证件办理出了些问题，比其他同事晚了几天离开。出国那天，林之燕开着车等在宿舍楼下。我刚从电梯出来，他就沉默地接过行李箱。我没有拒绝。自从陆莹莹来到湖城，我就没有被她这样照顾了过。此时享受一番，也算弥补了当初的难过。林之燕一言不发地送我去了机场，直到我进了安检口，她也没有说一句话。我大步往前，再没回头看一眼。10几小时的航程终于落地，刚在这边的宿舍安顿好，就收到了林之燕的视频通话。她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拿着一块手表，脸上带着一点讨好的笑。婉星，你看，这是你给我买的。我今天收拾房间找到了它。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沉默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解锁的声音响起，一道熟悉的甜腻声音传来：之燕哥哥，我给你带了夜宵来。林之燕猛然回头看了一眼，又转过头，慌张地看着我，解释道：不是，婉星，我不知道他怎么来了。陆莹莹把东西拿到他旁边，亲昵地挽上他的手臂。之燕哥哥，你在跟谁聊呀？林之燕好像被烫到一般，抽回了手，拧着眉怒道：谁让你来的？陆莹莹眨巴着眼睛，一副无辜的模样。你不是说你的家我随时都能来吗？不然你给我密码干什么？林之燕被他噎住，下一秒就烦躁地推搡着他：你听错了，赶紧出去，以后也别再来了。陆莹莹委屈地看着他：为什么呀？之燕哥哥，你不是说过要照顾我一辈子的吗？我看得差点笑出来。林之燕紧张地看着我的表情，更加恼羞成怒：我让你滚出去，听不懂人话吗？陆莹莹被他这一声吼得一个哆嗦，跺了跺脚，哭着跑了出去。林之燕回到手机前，低垂着头，半晌没吭声。我轻轻说：林之燕，如果没什么重要的事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。我对你和陆莹莹的纠葛没有任何兴趣。她抬起头，眼睛通红地看着我，好似有些委屈。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？我知道我对她太照顾了，但我发誓，我跟她真的没什么。我笑了笑，平静地跟她道别。1个月后的一个夜晚，我正在宿舍里整理资料，突然听到楼下有人高声呼喊：婉星，徐婉星。我拉开窗帘往下看，竟然是林之燕。看到我，她笑开了花：婉星，我来找你。她显然是喝醉了，站在那里摇摇晃晃，手舞足蹈，不一会儿还唱起了歌，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她给我唱的那一首。我平静地拉上了窗帘。片刻后，有警察到了楼下，听着声音是在对他进行盘查。我回到窗边一看，警察已经抓着他带上了警车，大概是附近居民报了警。我毫不在意他的结局，如常的2点一线。3天后，又在门口看见了林之燕，她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胡子不知几天没刮过，衣服也皱皱巴巴，显得有些沧桑，乍一看很像这边的流浪汉。看到我，他眼睛一亮：婉星。我礼貌地点点头，径直上了楼。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能在楼下碰到他，他什么也不说，只是早上默默地跟着我前往研究院，晚上又跟回来，离得不远不近，也不说话。我只拿他当成顺路的路人。在这期间，陆莹莹给他打过几次电话，他十分不耐烦地对着那边怒吼：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别他妈再找我。我不免有些唏嘘，对待陆莹莹，他也没有多喜欢，
想恶言相向的时候，同样毫不留情。这天，他依然默默跟在我身后，我按耐不住停下了脚步，刚想跟他好好谈一谈，让他别再白费力气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一辆车撞上了路灯，从车里跳出来几个身影高大的男人，拿着枪就开始扫射。我吓了一跳，来这里几个月，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情况。慌忙中，林之燕大喊一声晚星，就将我扑倒在地。等我反应过来，才发现他中了枪。这一枪把带队老师叫了过来，他知道我跟林之燕的关系，只说你们年轻人的感情问题还是要处理好。我点点头，顿觉羞赧。林之燕这一系列的操作弄得人尽皆知，连这边的同事都来八卦了。星，听说一个男人为你挡了枪，他一定非常爱你，你不应该错过他。林之燕的父母很快也到了医院，林父林母都是和善的人，此时也拉着我的手请求我，看在他救我一命的份上，能跟林之燕复合。我犹豫了，大概人性本善，又或者毕竟我爱过林之燕一场。在医院里的那段日子，我每天都在天人交战。林之燕中枪的位置并不致命，主要是流血过多导致的休克，不过几天就已经面色如常。这天，林母又拉着我劝我好好想想。她走后，我独自坐在花园里发呆。你不会犹豫了吧？一道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是江子婷。见我回头，她咧开嘴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笑得很灿烂。我摇摇头，不是犹豫，是不知道怎么拒绝。我一听说这件事，就连夜赶过来。如果不打算跟林之燕复合，你考虑考虑我呗。她雪白的牙齿晃了我的眼。我不介意你利用我，我只希望你不要重蹈覆辙。虽然觉得抱歉，但这的确是个好办法。当我跟江子婷手拉着手出现在众人面前后，再也没人劝我跟林之燕复合了。她住院期间，我寸步不离的照顾，这样也算是对她的救命之恩表以感谢。再多的我也不能给了。江子婷那天说的重蹈覆辙，其实是最打动我的地方。我第一次想到分手不是出国前，而且陆莹莹刚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时。那一次，我出差1周回到家，收拾行李时看到了床头柜里的计生用品。常年跟数据打交道，我对数字非常敏感，非常确定包装上的生产日期跟我离开前那一盒是不一样的。我当时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忍住想要尖叫的冲动。等林之燕回来，我试探着问了一句：周末去超市买点东西，需不需要再买点计生用品？他的眼神飘忽不定，故作淡定地说：不用，家里还有。在他看不到的地方，我捏紧了手，强忍着不让泪水掉下来。那次我是想分手的，可是一想起恋爱这么多年，我又有些舍不得。我的确不应该再犯当时的错误了。林之燕出院后，很快回了国。后来他又来找过我几次，我都避而不见。直到最后一次，他在我们2个恋爱纪念日那天出现在我楼下。他穿着我送的衣服和鞋子，胳膊上戴着我送的手表，手里拿着玫瑰花，邀请我一起共进晚餐。我心中有了一些预感。婉星，我要郑重地跟你说一声抱歉，从前我对你不够体贴关心，也走偏过路。他苦笑起来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？其实后来想想，我真是愚蠢的可以，当真以为自己瞒过你了。你不原谅我是对的。这几年你在研究所里越做越好，渐渐超过了我的水平，我心里总是有些拧巴。我打断他，我从没有瞧不起你，我也不认为男人一定要比女人强。他点点头，是我自己钻了牛角尖，用出轨掩饰自卑。
分别时，他红着眼问：“我能再抱抱你吗？”我摇头，既然分了手，就不应该给他任何幻想的余地。将我送到住处，他眼睛湿润，最后又说了一句：“婉星，祝你前程似锦，找个优秀的男人，那才配得上你。”找男人这件事暂且不提，但前程似锦我的确做到了。5年后，我被调到了京城总部的研究院，等级升到了最高，只是因为年龄太小，暂时不能担任主任以上的职位。我成了研究院历史上最年轻的主任，手上有几个专利研究项目，也算为国家做出了贡献。工作之余，我走进校园，开始带博士生。除了专业知识，我更希望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人才。下课时，江子婷在教室门口等我，一看见我，她扬起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可算结束了，徐大教授，你也太受欢迎了，下课了还被学生围着问问题。我笑了笑，问芝芝呢？她先去占座了，说是这家火锅店太火爆，不提前去的话，要等2-3个小时。3年前，江子婷彻底放弃对我的追逐，转而接受了一位后辈的示爱。有一次，她跟我说：“小女孩太可爱了，我一看见就想摸摸亲亲，跟追你那时候可不一样。你是我年少时期的梦想。”他的女朋友芝芝听到后，跟他生气了好几天，还是找我从中说和，两人才和好。后来接触久了以后，他也对我彻底放心，我们2个的关系比跟江子婷更好。吃饭间，芝芝表情夸张地说起了八卦。胡成调过来一个研究员来我们项目组，没来几天，他老婆就找上门来，对着组里的年轻女同事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打。警察都来了，叫林之燕。本来我还觉得长得挺帅的，没想到娶了个这么彪悍的老婆。我和江子婷对视一眼，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。回去后，我难得起了点八卦的心思，找胡成的同事问了问，这才知道最后一次见面后，林之燕就回国跟陆莹莹结婚。陆莹莹本科迟迟毕不了业，后来怀了孕，干脆辍学在家。两人本身学历差距太大，就没有共同话题，柴米油盐的磨合让2人的关系愈发紧张。据说林之燕甚至申请了宿舍，长期不回家。陆莹莹自己是不正当关系上位，时刻提防别人重现她的经历，3不5时就去研究所闹一闹，搞得年轻女同事都不敢跟林之燕走得太近。所里领导对此颇有微词，林之燕晋升之路越来越艰难。这一次是他好不容易获得的调到京城的机会，却没想到陆莹莹又跟了过来，还故技重施，在这边也闹了一通。听说他已经被停职了，当初幸好你没跟他复合，跟这种男人可过不好日子的。我也唏嘘不已。本以为这件事只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却不想林之燕找到了我家。婉星，你能不能跟领导说说，我工作上没有出什么错，就这么停了职，这不公平。可我也无能为力，只能提醒他，先把你家里的问题解决完，院里自然就会公正处理。他垂头丧气地离开，背影看起来苍老了10岁。没过多久，芝芝告诉我，林之燕离婚了。他老婆是前妻，离了婚还来闹过几次，砸了不少仪器，一个比一个值钱，早够判刑了。林之燕这辈子估计升职无望，院里给他安排了个闲职，不让他接触核心实验了。与他分别后，我慢慢散步回家，夕阳就在眼前，美好的未来也在前方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
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